始啦！开始啦！今天是王太讲故事哦。来，今天还是挺唏嘘的啊，因为是关于两个朋友，他们都是为自己在中国做后路嘛，但是结局大不一样。有相同的想法，但是有不太一样的结局。对，一个是一手好牌，最后打到的这个结局是令人唏嘘的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看似云淡风轻，但实则是暗度陈仓，把一切都规划得非常好。生意还是风生水起，但是后路已经顺利的留好了。对，那先讲哪一个朋友的故事呢？先讲这个没有打好牌的吧。对。我想这个朋友他应该是非常有先见之明，而且他的家里面有先天的便利条件。是什么呢？他的姐姐是美国籍了，所以作为他的胞妹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办理一种叫团圆的亲属移民。对，所以他们好像应该是在2016年的左右就开始去提交申请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时间会很久，但是这是中国的常态。如果是中国的居民想要依靠这种依亲团圆的名义去办理美国签证，据说等待期就是10年左右，所以他非常幸运哦。据说他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好像可能1-2年递交进去就已经是好像排到他可以进一步去提交这个申请，但是他呢？就开始每一年都提交延期申请，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一些，然后呢，他又是国内的这个银行系统的，也就是金融系统，俗称的这个金饭碗，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留恋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并且他自己本人也挺能干的，是某一个商业银行的一个支行的副行长，对吗？你也见过面，所以他可能觉得说，自己还是年轻有为啊。那他更多的这个移民的绿卡是为他的小孩去考虑的，因为当时他的孩子还没有成年，如果他拿到绿卡的话，这个未成年孩子好像也是可以自动获得绿卡，他就是为这方面去想。两全其美了就是，但是呢，碰巧，不巧，应该说不太巧，对，后面又碰上了疫情，再说他又有事业上的打算，这一耽误就耽误到现在，而且他中间是不停的提交延期，提交这个延期，又碰上了这个疫情，整个美领馆它就是在中国地区的业务就是完全的关闭的嘛，并且好像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的先生也是金融系统的，认为说接下来就他们还是抱持着经济光明论的这样一个想法。先生认为说，干嘛好好的工作不要？你因为拿了这个美国的绿卡之后的话，你要到那边去立住脚的话，等于是从零开始嘛。那先生是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不想离开中国，所以可能他延期这个申请的做出，也是因为先生的这样一个想法不一，所以他没有安排好家里。那这个时候女儿呢又到了高中要念书，怎么办呢？美国绿卡还没有办下来，这个情况下他就把女儿竟然安排到了新西兰去念高中，最后又迂回的从新西兰参加了这个托福考试啊，然后完成了大学申请，再到美国去念书。就应该说是一个险招，因为他希望女儿以后去美国念书，他再办出了绿卡，去美国，未来大家都可以生活在美国，是有这样的想法吗？但是最近就拿到了一个签证被拒签的一个结果。对，这个过了很多年，将近10年时间，但是这样来看的话，相当于这2条路都会被堵死，因为这样女儿即便去读书以后，未来也很难留下来，她自己的移民的计划看起来大概率来说就会要泡汤了嘛。对的，如果他女儿现在有一张绿卡的话，对他来讲，工作不论是找工作能不能找自己心仪的工作，还有就是是不是为了要留下来在美国去选择一份怎么说呢，为了留而留的工作，对他女儿来说，没有这张绿卡真的是会相差很大。我想我们不是去讨论该不该走具体怎样去做这里面的是非对错，而是说一个人他已经有明确的想要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那么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结局，看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嘛？对，这是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待会回头可以看他做对做错什么。他是一个朋友的故事，还有一个朋友正好这2天到吉隆坡来开会，我们跟他见了一下，又得知他的
就生活在别处的计划和实行的，这是非常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朋友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对他来说，他的这个行业，我觉得是旱涝保收，不论经济好经济不好，他永远是非常，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咨询服务，他这个服务的刚需就在那里，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所以他是永远不愁的。而且他的这个整是一个家族的事业，我觉得发展的也非常的好。我就是匹事不是，上回要匹事不是就问起说，你有没有给自己考虑一条后路？出乎我意料之外哦，这个比我们还要年轻几岁的朋友说，我2021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去办了日本的这个叫精英签证，对吗？是精英签证，就是要在日本办一个公司的，对，再注册一些资金，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签证嘛。对，我非常震惊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国内风生水起这么多年，首先我是认为他非常看好的中国经济的嘛，然后我就问他，怎么考虑办这样的东西？他说，第一个，虽然他的行业，他所在的这个行业是旱涝保收的，一直会很好，不论经济好经济不好，但是他办这个精英签证的契机，就是因为2021年开始的风控的这些政策落地了，他感觉到了一种威胁感、不安全感，他要比我们早整整1年。那个时候我记得上海还没有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封城，但是零星的如果有一些病例的话，可能就是要在原地，你的小区啊还有公司可能就要关办公楼就会被关闭啊，封闭起来，对吧？那应该说他要比我们更加的敏感，而且年轻哦。我们是在上海被关在家里之后才感觉到不舒服的，他是办公楼有被封闭了，那么几天之后就能够感知到整个走向和自己到底要什么，并且他比我们年轻，就很快的付诸了行动，对吧？执行力很强，并他不单单是只是说看到日本就去办了日本，我们讲的像马来西亚的第2家园啊，我们讲到欧洲的一些计划，他都清楚，你还记得吧？他还去爱尔兰考察过呢，是的，还直接去了爱尔兰去了解爱尔兰的长居和移民的计划，应该说是行动力超强，并且办下来了。对，还在日本去看怎么结合现在国内他熟悉的这个业务，未来日本也经营相对来讲类似的一些服务，因为日本现在是比较缺人，大学生的就业率很高，所以他已经看中和慢慢的再去发展他这个人才派遣的一些业务嘛。对，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我认为他在日本开展的，就把公司设起来，为了要办这张精英签的绿卡而设的这个公司，他不是在那边是空壳公司哦，那当然，他是真家实货的派了雇佣了2个人，然后在当地就开展了这个业务，而且他这个业务跟他在中国目前他的生财之道的业务是有一点点关联，但并不是说是完全一样。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创业，对，我很难想象。就是 a step further， 对那他还问我们说，马来西亚会不会？他说未来有人想要去日本工作，因为我们正好聊到一个共同点，马来西亚培养了很多的医疗医护的人才，那他们的收入未必很高，日本就相对比较高。现在的汇率之下，把中国人才引进过去，好像不是那么有优势。所以他才问我们这个，好像我们还能够聊到一起去，但这个不是重点。这个非常让我震惊啊！他的一个作为一个商业咨询的这样一个中国的行业，他在日本经营的这一块，他说，因为日本现在极其缺人工，他缺的是那种护理方面的，还有那种养老方面的这种居家护理人员。那这方面的人才在中国以前，也是比较相对的来说是量比较大，但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工资的原因、汇率的原因，现在中国人不太愿意去过去了，而且就是可能2国关系现在也是走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就问起说，在马来西亚是不是有这样的护理人员愿意到日本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就是他来这边出差，虽然是出他中国业务的这个差，但是他的触角是非常敏锐的，对吗？这个我感觉真的是他也在借机考察所谓的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到东南亚的出海，因为他在国内的这个咨询的 business， 他也已经敏锐的看到说这个行业里面的外资在撤离中国，要把中国的原先这盘业务放到马来西亚、东南亚这一块，所以他也是趁这个机会来考察。那他相对来说就走的
比较成功，他还比较年轻，他手上的业务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他给自己留有了后路，和现在的业务有关联，又很敏锐的在寻找未来的机会在哪里，不放过每一个商业的机会。我们觉得他就和第一个案例来比啊，就这些是做对的。那么再回头去看，你觉得像第一位朋友他目的来说，他一定是希望要生活去海外，要生活去美国的，不然你看他拿不到的话，不管他先生怎样想，他的女儿未来就很难留在美国，这本身是有违自己的一个长期规划的嘛。那他是做错了什么，导致花了10年的时间，自己都快要达到将要退休的年龄了，却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我感觉可能是眼界吧，眼界不一样。你想，这2个人从事不同的行业，一个是国内的金融行业，金融行业大家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上这个还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这种成分比较多，所以他能够接触到的是朝南做的那些要来问银行借钱的人，那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甲方形象，对吗？他有一点十指不沾阳春雪的这个感受。但那一位年轻的朋友，他做的是咨询行业，他服务的那些客户，上到外资，上到国企，下到民营企业，甚至是一些高管，个人给他们提供这些服务，他能够接触到的行业是全部是从自上而下的，从大到小的，所以他能够看到百态，所以他能够在这个疫情之后看到哪一些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包括他自己以前他的业务可能是介绍外国企业到中国来进行投资，然后他做一些咨询服务，现在他已经要转型成为说把中国的一些企业带到海外进行出海，寻找海外的投资机会，这个眼界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一方面是眼界啊，那你说我们这2种眼界都没有啊，我们只是在企业打工，接触企业内部嘛为主，我们俩又都是支持部门，一个人事，一个法律。但我们不也是，如果我们也算是一个故事的话，我们也不是经过了22年的封城，也比较果断的就下定决心到了大马来嘛。那么眼界是一方面，行动。我想说，我们眼界，我们还是得益于我们所工作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行业在过去的3年之间的急剧的这个变化，对吧？我想没有，我们过去是非常好的呀，半导体。我在的那个行业我们是看到了这些监管的措施，还有这些销量的下降，以及整个某一些我们客户行业的一个衰落。对，我是感知到的。那你看，我们半导体就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因为当你看到什么以后，不一定能够影响到你的思维。第二呢，影响到你的思维，从看到到想到到行动，其实这里面还有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是指你有一点点触动了，想到了，想要去行动，这还差得远。第二方面是指有些人看到的还行，像你说国内另外一位做咨询的朋友，他是说一定经济一片萧条吗？他说他听到的是蛮多的客户有这样的抱怨，但他看到的又是结构性的部分好像不太好，比如说金融领域部分，他的生意目前还是挺好的。那么就是有些人他是看到一点，但他会想到很多，所以他的行动力很果断。我觉得这个果断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机会往往就是稍纵即逝的，就是你稍不这么想，情况未必会越变越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反而是越变越糟，尤其就是落实到移居，你想要移民，想要生活到其他地方这件事情来说，其他不讲，我们就说马来西亚好了，你看看在我们之前的疫情之前的那个很长时间的老板的2家没有居住要求，存款30万就行，办理也相对容易。等到我们这时候要90天居住，存款100万嘛，然后疫情之后开没多久，现在又关到现在已经有1年了。再看看未来的版本，你就知道，其实你要自由的生活在其他地方来说，这个事情一定是越来越难嘛。不论你想去什么国家来讲。对，我觉得，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说，你也听到那个年轻朋友，他跟我们讲了，他说，其实你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一种撕扯。一方面，你看到他自己所服务的客户有好有坏，但是他说，对于个人来说，那就是真的不好。他说他自己的大学同学在金融行业的，就是裁员，真的是太多了。他甚至打了一个比方，因为他跟我是同时期到美国去留学的，都是在08年。他说
08年的美国我们觉得很萧条，他说如果从他的个人那些朋友同学的描述当中你去看，就是现在国内的环境比08年09年那个美国就是两房崩塌的那个一样萧条所以他是能够从他身边的个体当中捕捉到这些信息，而那个一手好牌的朋友，他是一个金融行业的铁饭碗啊，对吗？他们没有这种国企的所谓的下岗，他看不到这样一些失业的情况。我觉得他其实应该能够看到的，因为在金融行业内部，像什么退还奖金啊，像裁员啊，他们大的业务受到影响应该是有的，但是你讲的让我感受怎么把这个事情讲通呢？是每个人所谓就是乐观悲观的程度，对危险的敏感程度可能还是不同的，这就是心理层面啊。讲到心理层面，还有一点，你像我们这个朋友，他虽然比我们年轻，但他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因为他的这个咨询行业嘛，又是民营企业，靠自己来干，所以他也提到一点说，哎呀，想一想非常内卷。非常忙，工作到后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他说哪天说不定就像你们一样，就找一个地方就退休了，对吧？就享受生活。他也有讲到这个，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人想法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对工作的感受是，我必须要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安全退休，甚至于工作到我无法工作为止，连退休了我再干，干到没有人要我为止，那他才会离开工作，是被动离开，而不会主动抛开工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哎。对，就像你爸一样，那种感受啊，就是他非常非常勤力。那么这样的人，即便他看到危险，即便他对自己有一个长期去海外生活的规划，他可能还是放不下工作的。我身边以前的朋友就有很多这样的嘛，再累，再对环境的判断有，但是也没有用因为他怎么都不会离开工作这2个字。那个也没有办法。那是因为缺钱吗？所以他需要用工作去支持他生活吗？其实也不缺，其实我觉得活得还挺好的呀。你说上海本地人也已经有房，又买了房，整个工作的收入啊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就看他怎么选。我就说，如果你像我一样，你绝对可以退休但是他不觉得他能够切换这个状态，他不觉得他现在做的事情，就他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事情停得下来，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必须要一路狂奔走下去的，那也没有办法是的，他不会下车你必须要下车，你才会切换赛道呀。那你说咋办？对，回头说过那个一手好牌的朋友其实他因为这次绿卡就是失败，包括他自己延期这么多年，我们也有朋友给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其实他超不划算的，虽然他在国内跟他先生2个人又挣了这么多年的工资，但是他的女儿因为是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美国念书，他是享受这个留学生的那个费率，那个学费要比拿美国绿卡的本州居民要高很多很多，对吗？所以他整个几年读大学还有读高中的那个生活费用，这个学费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支出远远超过了他留在国内跟他先生2个人挣钱的这些加起来的总和。对，我还是说没有对错，但是你既然自己有这个长期规划，所以我们来看如果他一开始接受申请就绿卡先去生活在美国，到现在恐怕连移民都已经完成了，身份都已经转好了，那又是完全一种后面几十年退休状态生活状态，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对吧？总之就是有自己的规划，你怎么让它变现，变成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事情，看起来要有强大的推动自己的力量，要及时的非常有行动力的就去做。是的。哎呀，不然这个就好难嘛。就是居安思危，对吧？我们不是喊口号里面去讲的，而是说你早就已经预见到了危险在那边的话，你不能知道说，你不能安慰自己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未来不一定会很好，但是你的行动上面没有付诸实施这个真的是拖延症也不是拖延症，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心态真的拖了这么多年好可惜，好可惜。对，这也是物理上的熵增吧，就是你随着时间的增加，混乱的程度一定会增加的。我觉得我们至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事情我们想做还是会去做的，是靠感性在关键的时候去推动自己一把，然后再让理性出来进行分析和落到实处。那
我们也不是这么聪明的人，因为跟他们很多人比起来，我们的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因为我们在来马来西亚之前，也是有很多人让我们说，哎呀，你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啊，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如果不改变，恐怕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听啊，也是觉得说啊，工作还能够辞去吗？还可以切换到其他地方吗？上海生活不还是挺好了吗 ？Anyway， 反正为他们唏嘘不已啊！我希望那一位现在被美国这个绿卡拒签的朋友，他如果是还有可能的话，找一下移民律师，还能翻盘一下，可能再试试看吧。然后另外这位年轻的朋友，享受他接下来几年，他说也可能会考虑要 gap year 1年或者怎么样，享受一下生活。我也很为他高兴，他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希望他能够实现他自己 gap 1年的这样的想法。对，我倒是怎么想呢？我觉得从向未来来看啊，如果一个事情它要发生，那你只能安之若素的去接受它。你的生活在哪里，你不如去把当下的生活安排到最好，那有可能心态会调整的比较好，反而会生活的比较舒适一些。那个蜂蜜泡咖啡。